你是什么人？你就是赵雄的孙子。是又如何？30年前，赵雄重病濒死，赵家分崩离析。他为了自救，以赵家全族性命为押物，允诺30年后与我签订长生契约。如今期限已到，我来收债。听说你有异议。30年前，长生契，难道是他？我当是谁了？原来是你们这群江湖骗子！怎么，这早上刚打了一个上门讨饭的老口，现在又派你这个小姑娘过来找死啊？程轩，不得胡言！得罪了长生者，我们赵家会大难临头的。三叔，你老糊涂了，这世上哪有什么长生契约？就是。当年若非赵雄求我赐下长生契，你们赵家早已败落成泥。如今不过刚有点起色，就要毁诺契约，你们就不怕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这怎么回事？笑话！一张不存在的口头契约，就想换我赵氏的半数家业，看来给你们教训还是不够啊！来人，把这个装神弄鬼的女人砍断四肢扔出去，让那些心思诡异的宵小看看惹怒我赵家的下场。是。这不就是天哪！看来你们赵家是真打算赖我的账了，只是不知这代价你们付不付得起。父亲，婷婷如今已在和顾家商量婚期，好事将近。如此一来，赵家跻身南域第5世家就不远了。父亲，只是不知这代价你们付不付得起。叶小姐来了，快备车去寿宴，晚了我们赵家就完了。难道我们赵家所拥有的一切，真的是老爷子和他签的长生契？怎么可能？老爷子当年不过就是病急乱投医，咱们赵家如今拥有的一切，都是因为他老爷子福缘深厚，深谋远虑。说的也对，如果他真有这个本事，那大夏的富豪不早就把他供起来了吗？又岂会孑然一身跑到我们赵家来讨饭？赵家此刻履约偿还，尚可保全一丝基业。若你们执意毁约，你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你们的性命，都将荡然无存。你说是吧？还装神弄鬼是吧？荡然无存是吧？今天我就批了这烂契约，我看你还怎么让我赵家荡然无存！程轩，不可！报应来了，我们赵家承担不起呀！我呸！这世上哪有什么报应？若真有，我赵承轩一人接了。天作孽，犹可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父亲，
叫救护车！没事儿，来不及了，快扶我进去，不然我们赵家就彻底完了。快走！都看到了吧？什么狗屁长生气，不过是废物一样的垃圾，都是他的障眼法。难道长生气一说都是假的？可是这女人分明看着不像凡人。本座很好奇，你为了自己的面子，置赵家全族性命而不顾，就没想过赵雄知道了会如何？就算我爷爷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他只会觉得我没有把你这祸乱会场、咬了他寿宴的妖女一刀劈死，难解心头之恨。你大可以试试，只不过我怕你没那个时间了。当年赵雄求我赐下长生气，可是在风雨之中连跪9日，如今却被你一刀斩碎。这世间因果还真是有趣。放屁！我爷爷可是一手将赵家托起，比肩南至4大家族的绝世豪雄，江城的无冕之王，岂会对你卑躬屈膝？程轩，跟这样的江湖骗子废什么话？要我说呀，就该割了他的舌头，挂在江城城门之上，以儆效尤。对，以儆效尤。对，以警效尤，以警效尤，以警效尤。下辈子记得睁大眼睛，好好看清楚，这阎王殿的门朝哪开，省得一不小心把小命丢了。去死吧！队长，还不给我住手！爷爷，爷爷，这吉时还没到，您怎么就提前来了？爸，这多不吉利呀！哎，爸，这怎么不认识我了？这声音真的是他，30年了，容颜不改，华发不生。你只妖女，给我闭嘴！还敢大言不惭！信不信我找人把你大卸8块？你给我闭嘴！老奴赵雄，叩见宁小姐。爷爷，爷爷，爸，爷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不过就是个江湖骗子，哪受得起您这样的大礼啊？闭嘴！你懂什么？小儿无知，请您网开一面，原谅他吧。我愿以全族资产孝敬您，求您看在赵家30年供养的份上，高抬贵手。30年供养，既如此，便允你赵氏全族自我了断吧。什么？你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敢让我赵氏全族了断？长生气下，神魔无悔。如若违背，100倍偿之。赵雄，你该不会忘了本座当年说的话了吧？赵雄不敢。可是什么可是？爷爷，那个长生计不过就是江湖上骗人的把戏，你何必自降身价，对他卑躬屈膝？对呀，爸。若是他真有本事，又岂能眼睁睁看着程轩将那什么长生气撕毁而置之不管呢？什么？你刚才说长生气被毁了？
可这是让赵家万劫不复啊！爹，你真是老糊涂了吧？什么长生气，分明就是一张破纸而已。就是啊，爷爷，我看您真是老了，被这什么鬼神之说迷了眼。若这长生气真的有用，那我赵家此时怎会风平浪静？你说什么？跨海大桥所有资金链断裂，全被勒令暂停。巧合，这都是巧合，怎么可能会跟长生气有关系呢？什么？梅海金融偷税被查，全部封禁，还欠了银行300亿。完了，这不可能！掉下去，公司要倒闭了。股票怎么能跌停呢？一直在跌啊！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怎么会这样？再重复一遍。什么？这是全完了，破产了！咱们赵家的报应真的来了吗？不，绝不可能！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长生契约。有什么快说！什么？程轩，怎么样了？上交所刚刚宣布，赵氏集团破产，资金全部冻结。长生契下，神魔无悔，若有违背，百倍偿之。这难道就是我赵家的报应吗？宁小姐，我等知错了，恳请宁小姐收回神通，饶我赵家这一次吧。宁小姐，求您放过我们吧。是啊，放过我们吧！放过我们吧！宁小姐，放过我们吧！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老奴赵兄，请宁小姐开恩。比起这些，本座更是好奇，到底是什么让你有恃无恐，置赵家全族性命而不顾，也要纵容子孙挑战本座的权威？宁小姐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父亲，程轩把那宁小姐的人都赶走了。按照您的意思，我没插手。但您不怕契约反噬吗？长生气是好，可是宁小姐那个高高在上的态度，我很不喜欢。而且把全族的性命压在一纸契约上，这本身就很荒唐嘛。我们赵家的命数还是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面。原来违抗长生气是爷爷默许的，我没有做错。爸，你糊涂啊！长生气能够镇压族运，还能够帮你延寿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是你糊涂！我们赵家掌控江城，即将登上南域之巅，怎么可能将全家族的性命掌握在他人手中，视如蝼蚁？可是，不错，今天这一切都是赵某精心策划，目的就是摆脱长生契约。没想到宁小姐身怀异术，我倒是班门弄斧了。本来我想卖你个面子，让程轩出来撕毁契约，再以全族的资产补偿，这样你我两清。没想到宁小姐这么不识好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自己赌输了，你和这个被你一手托起的赵家，结果会是如何？我就是一介赌徒，赌博嘛，输赢是常有的事儿。30年前跪你是赌，30年后耍你也是赌。不过这2次
我都赌赢了。哼，你赢了。诸位，刚刚收到的信息，南域4大家族联袂来我赵家，就是为了给老爷子祝寿。今日起，南域第5世家非我赵家莫属。什么？难怪爷爷有恃无恐，原来早就得到了4大家族的支持。哼，待他们过来贺寿过后，赵家今天发生的一切，都会成百上千倍的还回来。也许是来为你赵家送终的，也说不定的。毕竟，你们赵家还欠本座3000年的寿数未还。小小赵家胆敢触怒宁小姐，这简直是自掘坟墓啊！是啊，想当年京都朱家何等显赫呀，偏偏为气毁约，试探尊主，结果呢，全族丧命，血脉尽绝。行了，赶紧的吧，要不就来不及了。3000年寿数，你真当自己是执掌长生的天道不成？哼，还敢妄言自己操控寿命？天道不如本座。哼，这事到如今，你不会还以为我赵家拥有的一切都是靠你那个什么长生器吧？不是吗？是个屁！宁小姐，我承认你是有些办法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这世间不是只有你的长生期能够掌握足运。我赵某几十年打拼积攒的人脉关系，亦可呀。说的没错，南域4大家族降临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今日就是我赵家摆脱前尘桎梏，走向新生的圆满之日。长生器下神佛无悔，如若违背，100倍偿之。你赵家欠本座的，早晚都要还回来。你少他妈废话！就连南域4大家主都要给我爷爷面子。区区100倍资产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倒是你，待会儿4大家主来了，知道南域有你这么个妖言惑众的妖女，必定让你俯首跪地，生龙断绝。跪你妈了个头！4位家主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我赵氏蓬荜生辉啊！滚开！四位家主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一上来就打人，这也不像是来祝寿的呀！闭嘴！再多说一句，小心撕烂你的嘴！4位老哥，为何动这么大怒啊？既然到我们赵家来，还是要和气一点，毕竟我们还是要合作的，是不是？哼，你还想跟我们合作？那是，南域4大家族同气连枝，我们赵家跻身到你们这里边来，该守的规矩我们还是要遵守的，不会让你们为难的。为难倒是不会，只是不知你这么大胆的想法，有没有问过我家主人的意见？主人？难不成4大家族背后还有高人？也对，4大家族存在至今，也相辅相成，从未有过任何矛盾。
一定有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藏在暗中掌控全局。我赵家若是能结交，甚至攀附上，版图又何止难遇？不知老哥能否答疑解惑呀？敢问这位主人在何方啊？我们赵家愿意为其牵马提鞍，赴汤蹈火。南域四家叩见尊主。赵雄，既然你说为本座赴汤蹈火，那就把欠本座的都还回来吧。这不可能！四大家主居然奉这个妖女为主，这下我赵家彻底完了。起来吧。是。四位家主，你们不是跟我们赵家开玩笑吧？哼，你一个小小的赵家也配？我四家能有今日，多亏宁小姐赐下的长生契约庇佑，自然要尊其为主。至于宁小姐收不收，于我等而言，并不重要。没错，今日我们来，就是专程为宁小姐剿灭你们赵家。没错，剿灭赵家？不会吧？长生契下，神佛无悔，孰有背叛，百倍偿之。这四大家族联手，损失何止百倍啊！如今，就算我们赵家有3头6臂，也已绝无回还的余地了。爷爷，慌什么？我没想到横压南域的四大家族，竟也是长生契约下的一条走狗。宁小姐，您可真神通广大。放肆！尊主执掌长生渊，掌时间，你生死，岂是你可以冒犯的？你好像不服。宁小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续命手段。老夫曾在一本古籍中发现，南疆有一种蛊虫，其名为春，可以赐予人大量生机。想必在你手里吧，借此愚弄众生，倒也算得上好手段呢。愚弄众生？你说的是他吗？天哪！怎么想？长生契下，神佛共鉴，如若违背，百倍偿之。你赵家欠我30年寿数，从哪来的？如今毁约，当还3000年光阴。你少他妈唬人了！当年我们赵家不过数10口人，这全部的寿数加起来都不过1000载。可如今赵家人丁兴旺，就光是嫡系就超过了数百口人。就算还你寿命，那平摊下来的那点儿，就送给你又怎么样？是吗？那就开始吧。少他妈装神弄鬼的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这寿命给收回去！不行啊！程轩，你的头发，我怎么白了？对啊，他头发怎么白了？你们怎么回事？我头发也白了，这个突然就白了，就是白了，都白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本座说过，你赵家欠的债，迟早都要还我的。我的头发，真的是报应吗？
小姐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天作孽，犹可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这一切都是你赵家咎由自取。难道真是老夫错了吗？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赵家违逆长生契，我南岳四家当为宁小姐证明，诛杀赵家全族，以正长生契威严，即刻动手。凡赵家血脉，一个不留。是。自作孽不可活呀！宁小姐，我等斗胆请罪。赵家一事，我等怕引起民间恐慌，在来的第一时间便下令抹平了消息。如今赵家名下各处产业已由我的手下之人暂为接管，此事未先向您禀明，还请您恕罪。宁小姐，我四家能在南域立足，全靠长生契庇佑。如今各家契约期限将至，恳请宁小姐开恩，再赐我四家延续契约之福。恳请宁小姐赐福。你等命数未决，7日之后开长生渊，赐福。谢小姐赐恩。太好了，如此一来呀，我等又能延续100年辉煌基业，牢牢稳住我们四家的地位，鼎盛不衰呀！宁小姐，我谢某已经准备了最高规格的筵席，恳请您移驾谢驾，让我略表心意。该死，居然被这个老不死的抢先了！哼！宁小姐，关某也恳请您赏脸移驾官府，我关家上上下下都等着这一天呐！恭迎宁小姐光临我贺家，恳请宁小姐移驾我顾家。家主，家主，不好了！家里传来消息，家里供奉的长生契约牌位毁了。什么？你说我的长生契毁了？这位到底是谁？为何年纪轻轻，给我的感觉比老爷还要恐怖？长生契怎么可能被毁？对呀，这长生契哪能毁得了？你肯定是搞错了。家主，千真万确。刚刚家里打来电话，说大少爷3天前在拍卖行买了一尊石像回去，今日刚到家就昏迷不醒，南域名医都请遍了，还是没有办法。大少爷气息微弱，已经成了活死人。家里面万不得已把大少爷搬进了祠堂，谁知道大少爷刚进祠堂，那长生契约就自己烧起来了。小姐，有意思。走，去顾家看看。哎呀，这长生契庇佑世人，千百年来也没有出现过闪失啊。顾家这事实在是蹊跷。哎，咱们还是先回自家去看看，可别出了岔子。对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对，走。一川，你快醒醒啊！一川，父亲，快
马上通知所有顾家嫡系，立刻出门迎接，有大人物要来了。迎客的钟声响了9声，当初国主登基也不过3声，这到底是什么大人物驾临啊？会不会是爷爷请来给哥哥治病的神医？父亲，这到底是谁啊？父亲所行之礼是上古时期奴仆对主人所用的叩门礼，难道真是国主驾临？这怎么会是个小姑娘？她究竟是谁呀？走吧。走。他怎么就直接进来了？难道他真的是来救哥哥的？但他怎么会知道哥哥在这里？都安静！宁小姐是长生器的主人，我顾家兴衰全在她一念之间。她做什么，岂是你们能够妄议的？宁小姐，您请坐。宁小姐，我孙子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买的东西呢？快，把以川带回来的那尊石像拿来。是。原来是他。宁小姐，此物究竟是何出处？和以川的情况有啥关系啊？古时炼器室炼器的邪气，其内封着一物，名为噬，是妖蛊的一种，历经千载，久封不散，专是生气血魂。凡人与之共处3日，便会被吸尽精魂。你孙子昏迷不醒，便是与此物有关。原来是这样。那，宁小姐，您既然认得此物，定有解救之法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为什么？那当然是因为他是个故弄玄虚的骗子。哟，这位就是传说中的长生渊渊主吗？不就是个年轻女子吗？啊，我看也没有外面传的那么神。宁小姐，这个长生器到底管不管用啊？放肆！宁小姐面前也敢胡言乱语，你还是顾家的儿子，这点规矩都没有。爸，您真是老糊涂了。咱们顾家1000年的基业，你怎么就系于一人之手？这简直是，可笑至极。是啊，爷爷，那长生器不过是愚弄世人的幌子罢了。要真有那么神，大哥如今怎么还会躺在这儿？宁小姐，你说呢？混账东西，你们知道什么？若非宁小姐赐下长生器，延续顾家寿数，恐怕我们早已化为枯骨，何来今日荣光？哼，说的是天花乱坠。他要真那么厉害，为什么还不动手救大哥？是啊，宁小姐，既然能救，为什么还不救啊？以川他等不起呀。我说了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哼，不是时候。我看你就是故弄玄虚，故意拖延时间，最后好找个理由来骗人罢了。
就这东西，还什么上古邪气？我看就是个石头疙瘩。要真是他害了大哥，砸了不就好了？我劝你最好不要动手，否则在座的各位除了我都得死。你他妈吓唬谁呢？逆子！宁小姐的话你也敢质疑？真惹出大祸，咱们顾家谁都扛不住。宁小姐，您别和他们一般见识啊！爸，你真是年纪大了，迷信，这都啥年月了，哪还有这个邪门玩意儿？可是二伯，宁小姐说了，哥哥出事就是因为这个石像，若是把它砸了，那要出了事，哥哥可怎么办呀？你们都信他的鬼话，就这么一块破石头，还能要人命不成？这座石像内封着妖，自然能要人命。是被封千年，怨气无边。一旦石像碎裂，是妖释出，顷刻间便能侵人兽，夺人魂。编，继续编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是妖，我活了几十年了，听都没听说过。我倒想看看啊，这个妖长什么样。你别胡来！你们若是一意孤行，后果我们承担不起呀！爸，您就别糊涂了。嘉瑞，把这石像给砸了，让他们都看看啊！这玩意儿就是这女人用来拿捏咱们顾家的骗局。哎呀，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哼，今天我还就非砸定不可了。我倒要看看里边能蹦出一个什么样的玩意儿。就这妖呢？宁小姐，你的把戏也未免太拙劣了一点吧？就他妈这么一点黑气，你也好意思拿出来吓唬人？拿捏我顾家这么久，今天也总算露馅了吧？真的有妖！千年，整整1000年，我终于重见天日了。是你放本尊出来的，我真是要好好谢谢你。饶命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爷爷，救我！爷爷，救我！啊！救我！哎呀！救我！你们两个畜生！宁小姐的话也敢质疑，死了也活该！这气息竟是神魂之脉，吃了它我就能登峰造极，永镇凡界。想吃我，也不怕崩坏了牙。你找死！你到底是谁？宁小姐竟然有这般神力，哥哥这下有救了。有救个屁呀！他不过就是个骗子，你少装神弄鬼，什么是不是的，分明就是你自己做的局。宁小姐，你还真聪明啊，先吓唬人，
再现神通，好让我们顾家把你当祖宗一样供起来。只可惜啊，我们不吃你这一套。混账东西！宁小姐啊，这两个孽障被猪油蒙了心，还求您多多恕罪，多多恕罪呀！我从不和将死之人计较。放屁！我看你就是怕骗局被拆穿，才临时编些鬼话，好继续骗人。我骗人？当然。你是？我是嘉瑞的未婚妻，江城赵家的唯一嫡亲孙女。什么？你是赵家人？赵家如今势头正猛，爷爷肯定得高看我一眼。有婷婷和赵家做后盾，我看以后谁还敢小瞧我？顾爷爷，您别被那个女人给骗了，她就是个骗子。宁小姐，你说长生契可以续命，违抗契约必遭天谴，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你说我骗你，凭什么？就凭我来之前曾意外听我爷爷说，今日他就要找人撕毁长生契试探你。可现在天都快黑了，我赵家依旧没有传来不好的消息，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你就是个骗子吗？你就是个骗子吗？有意思。看来爷爷是碍于情面，不好亲自赶他走。爷爷，婷婷都这么说了，您就别再上那个女人的当了。哎，就是啊，爸，这婷婷可是赵家的掌上明珠啊，到时候等她跟咱嘉瑞一结婚，哎，她就是咱顾家的一份子啊。到时候两家一合作，哪还需要什么虚无缥缈的长生契呀？爸，您就别再糊涂下去了。是啊，顾爷爷，您就听我一句劝，谁知道这个女人安的是什么心？怕不是故意要坏我们的大事？依我看，那长生契就是一个幌子，是他拿来愚弄大家的手段。怎么，心虚了？不说话了？我告诉你，你的把戏到此为止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轰出去，别让她脏了我顾家的地盘。混账东西！你们两个畜生，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！从今日起，你们俩与我顾家再无任何关系，给我滚！爷爷，你竟然为了那个女人，要把我们赶出顾家！你，顾爷爷，你三思啊！如今我赵家长生契已毁，要是按他所说的，什么天谴报应早该来了。可现在我赵家不是一点事都没有吗？就算这样，你还要继续听信他的鬼话吗？够了，还敢提赵家？你知不知道，赵家早就被灭门了。顾爷爷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我赵家偌大的家业，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呢？就是啊，爷爷。婷婷，你快打个电话回家，让爷爷看清楚，他是被那个女人骗昏了头。我告诉你，待会儿电话接通了，你可就走不了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我爸换号码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不可能啊！别打了，没人接了。不可能！我哥和我爸只是换了电话号码，没有告诉我。我打给我爷爷，我爷爷肯定能接。我就说能打通。爷爷，你有病吧？谁是你爷爷？这号码换人了，上一任号主早没了。傻闺女啊，你赵家违抗长生契，早就遭了天谴，彻底没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我赵家真的被灭门了。
是你居然真的把我赵家给灭了！你既是赵家人，便还欠本尊一笔债。什么债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婷婷，婷婷，你把他怎么了？赵家债及全族，他自当偿命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别急，你们俩也快了。来人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拖下去！以川，以川，宁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哼，看见没？我早就说过，别听他的鬼话，你们偏不信。现在好了，大哥没了，活生生被他拖死了。宁小姐，她自有天机。爸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他要是真的有本事，那人怎么可能会死呢？这分明他没这个能耐，只会装神弄鬼。哈，我就说呢，之前我就笃定他是一个骗子，他们偏不信。现在看来，之前的种种一切都是他一人所为。赵家，对，赵家肯定也是因为识破了他的手段，才惨遭灭门。放肆！之前你说我大哥能救，只是时候未到。现在好了，时候到了，人死了。我等的就是他死。我等的就是他死。难道还有什么逆天的医术不成？需要先死而后生吗？荒谬！我从来没听说过逆天的医术，人死了就是死了，还能活了不成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会医术了？好啊，你果然承认了，你连医术都不会，还敢大言不惭说救人？你果然就是在拖延时间，好害死我大哥！老爷，宁小姐连医术都不通，这怎么能救回大少爷呢？爸，宁小姐做事，我等不得妄加揣度。爸，我儿子没了，他是我的心头肉啊，我怎么活呀，爸？一川，哥，都让开吧。怎么，人都死透了，你还要上去装一手啊？我的手段，你自当不知。一川，你怎么还不醒啊？哥，怎么，点一下还能起死回生不成？我当有什么手段呢？就这，我大哥不还是没有动静吗？一川，我可怜的儿子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。哥，你不能这么丢下我们。一川，哥。你不是说能救我儿子吗？你这个骗子！你骗我们信你，骗我们等，结果呢？我儿子没了！小慧，你这个
这时间，你陪我儿子。住口！不得对宁小姐无礼。爸，遗传没了，我儿子没了，他是我的命啊，我怎么活呀？都是他害我儿子没了，你还我儿子命！小慧，小慧，够了，这都是遗传的命啊！我的儿子没了，遗传妈没了，妈妈活着有什么意思呀？大哥大嫂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！现在抓紧时间办理后事吧，让遗传入土为安吧。唉，我的好大哥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人死了怎么可能会救活？妈，妈，遗传哥，遗传你醒了，你吓死妈妈了，遗传，醒了就好。多谢宁小姐，宁小姐神通广大，我顾家勇敢大。谢谢宁小姐，谢谢宁小姐。多谢宁小姐救命之恩。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来人，把这两个给我带下去！从今往后与我顾家再无任何瓜葛。爷爷，爷爷，我们知错了，知错了，错了吧？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！带下去！宁小姐，爷爷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！哎呀，爷爷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宁小姐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！宁小姐，如今我顾家的长生期已毁，可离您再起长生院尚有7天呢。这7天，我顾家可如何是好？将它系在你的手腕上，它在1天，就可以保全你顾家1天。多谢宁小姐，多谢宁小姐，再次恩泽。多谢宁小姐。你那尊石像从哪儿来的？你那尊石像从哪儿来的？瀚海拍卖行，这个拍卖行每3日一开，所售皆是罕见奇珍。那尊石像就是我3日前拍下的。长生期被毁，找到根源在拍卖会上。这瀚海拍卖行在南域做了几10年生意，口碑极好，而且这也是苏家的产业。苏家千金还是我们以川的未婚妻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对啊，苏曼姐家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的。是好是坏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宁小姐慧眼，我等一切但凭您明断。宁小姐，那拍卖会3日后才开呀。您如果不嫌弃，就在我顾家小住，稍作歇息。宁小姐，这里是我顾家最高规格的套房，所有的陈设摆件皆为千金难寻的珍品，还有采光视野也都非常上乘。您看看是否
您还何意？宁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这里不配。宁小姐说的是，那您喜欢什么地方？我这就派人去找。我记得城西有座千年古殿。有是有，不过那座千年古殿历史悠久，传说其主人来历神秘。几百年来，历代国主都曾让顶尖考古探险队前去探其究竟，皆无功而返。那古殿非常人所能涉足之地。是啊，宁小姐，这我顾家也无能为力呀。这要是惊扰了古殿的旧主，只怕会招来祸端呢。无妨。家人们，传说中这个古殿只有它真正的主人才能够靠近，别说是国主了，就连神仙来了也不行。今天我就带大家来云参观一下啊！家人们，礼物刷起来！家人们，来了几辆车，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宁小姐，这古殿她根本进不去啊，要不换一处吧？您放心，哪怕我找遍南域，也要给您找最好的住处。是啊，宁小姐，这古殿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。这宁小姐也太任性了吧！这连国主都进不去的地方，她能怎么办？难不成翻进去啊？什么情况，家人们？古殿的门开了！这就这么开了？这古殿的门就这么开了？难道宁小姐就是这古堡的主人？哎，走！家人们，门开了，你们看见了吗？那女的是谁？家人们，快弹幕刷起来！今天咱们算是见证历史了。我操，真开了！不是特效吧？不是特效吧？古堡主人现世了，见证历史了！我靠，古堡主人现世了，我们见证历史了！我操，真开了！不是特效吧？左边发我，左边发我，我要去蹲，我要去蹲！古殿主人时隔千年再次现世，快，速备厚礼，准备南下！快，立刻出发南域，不惜代价求见古殿之主！快，快，准备飞南域的专机，错过了这次，再等100年都未必会有这个机会了。宁小姐，我们真是有眼无珠，真不知您竟是这古殿的真正主人，我顾家真是罪该万死啊！宁小姐，之前多有得罪，还望您恕罪。以川，宁小姐愿意让我们踏足古殿，那可是顾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呐！快去，把宁小姐伺候满意了，咱们顾家前程不可估量啊！好的，爷。哎呀，我顾家这等的福气，这要是被那3个老东西知道了，那还不羡慕坏了？
宁小姐，这间古店你已经许久没有住了，我们顾家怕有所欠缺，特意为你送来这些，有南域顶级的雨前龙井、百年老山参、千年雪燕，还有南海珍珠磨成的养颜粉，都是最好的。都是俗物，这茶烦气太重，我只喝昆仑冰泉泡过的雪顶寒萃，得用千年温玉斩成。昆仑冰泉水50万1毫升，雪顶寒萃更是有市无价，千年温玉那可是古代皇室才能享有的宝物。是，我这就调派人手去寻。还有，他最爱闻西域百年陈龙涎香，这屋里得全天点着。百年陈龙涎香，整片南域仅存了5克，那还是前国主赏赐的。是，宁小姐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宁小姐，这是给您准备的雪顶寒萃，还有陈龙涎香。屋子里的一切依按您的吩咐准备妥当，还请您过目。求您了，一定要满意啊！尚可。3日后的拍卖会，你陪我一同前去。你接触过拍卖，比旁人省去些麻烦。是。您交代的已经办好，顾家少爷将那尊石像拍回去之后，顾家果然起了动静，长生渊内围应该很快就会出现了。很好，引蛇出洞，方能一击毙命。那下一步该如何？继续按我说的做，3日后事成，少不了你们苏家的好处。另外，这次的东西非同小可，杀气极重，拍卖会当天也小心点，避避风头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先生提点。宁小姐，请。以川哥哥，苏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因为我听说你要来啊。我爸爸本来不让我来的，可是我听说你会来，我就偷偷跑来了。你是谁？跟着以川哥哥做什么？你是谁？跟着以川哥哥做什么？哼！以川哥哥，你手上戴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不可，这是宁小姐赐下之物，不可擅动。宁小姐，就是她对吧？你哪来的脸敢跟我抢以川哥哥？苏小姐，注意你的言辞，宁小姐不是你能放肆的人。以川哥哥，你居然护着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。把这条破带子摘了，现在立刻！这条丝带关系着顾家的安危，别无理取闹。护顾家，我看是他为了接近你编出来的瞎话吧。够了！别胡闹了！你居然为了这个女人推我！宁小姐，请。你听说没有？之前那个对啊。宁小姐怀疑长生期被毁与苏家有关，可苏家和顾家是世交，苏家拍卖行几十年来都以性命为主，绝不会出问题。想必是宁小姐多想了。欢迎各位贵宾莅临，来到苏家拍卖会。我宣布，拍卖正式开始。第一件拍品
夜明珠项链，南域仅此一条，起拍价100万。哎呀，是100万呢，100万，没想到，估计是好东西，有点贵啊。 500万，哇，500万！哎呦，好大手笔，真是。以川哥哥果然还是在意我的，他知道我喜欢。 500万1次，500万2次，500万3次，成交。宁小姐，这条夜明珠项链品相尚可，你若是不嫌弃，便收着玩。俗物而已。什么？这个贱人到底给以川哥哥灌了什么迷魂汤？第二件拍品，宋代瓷瓶，起拍价300万。 500万。 700万。 以川哥哥，800万，1000万，1000万1次，1000万2次，1000万3次，成交。宁小姐是否喜欢？ 顾少他竟然为了这个女人和苏小姐抢东西，真是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不认识。接下来是本场的压轴拍品——千年墨玉镯，传说出自上古遗地，可聚灵养气，能滋养神魂，起拍价5000万。5000万，5000万！这个镯子，宁小姐肯定喜欢。这个镯子乃不祥之物，不能要。他不要，我要。以川哥哥，他不要，我要。你拍下来送给我吗？苏家拍卖行一向严谨，固然不会出问题。但既然宁小姐这么说了，这镯子有问题，不能要。以川哥哥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竟然真的相信他的鬼话？不得无礼，宁小姐的话不容置疑。以川哥哥，你简直被他迷了心窍！我告诉你，我还偏就不信，只要我想要的，就没有我得不到的。有些东西你受不起。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看我能不能受得起。8000万，8000万，这么高的价格！8000万1次，8000万2次，8000万3次，成交。8000万。一川哥哥，你看好了，我现在就把这镯子戴上，让你知道他就是个骗子。对啊，这怎么看着？太吓人了！对啊，怎么消失了？苏小姐，真被他说中了！这镯子真的吃人了！快走！宁小姐，苏小姐还有救吗？苏家引邪物入拍卖场，借拍品设局毁我长生器，本就该受反噬。他自己抢着要替苏家扛劫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如今苏家的女儿都被害了，这长生器被毁之事，怎么会和苏家有关？你等着便是。妈妈，妈妈，以川，苏伯父，以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听说妈妈出事了，他人呢？他人呢？
宁小姐，事到如今，还求您看救救苏家吧。苏伯父一向仁厚，长生期被毁的事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自作孽，又何须我救？宁小姐，苏伯父痛失爱女，悲痛至极，您怎可还强行将罪名强加在苏家头上？苏伯父，你这是……顾少爷，我本想用你的命把我女儿换回来，没想到这4代竟还护了你一命。你说什么？原来顾家长生期被毁之事，真的是你苏家所为？是要怎么样？不以顾家做诱饵，怎么把他引出来？区区蝼蚁，也妄想撼动长生之气？宁小姐，我有那位的庇佑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这东西和我拍下的那尊石像一模一样。苏伯父，你果然是幕后黑手！只要为那位做事，这长生渊覆灭，我苏家就不会倒，慢慢就会起死回生。其他人的命不过都是垫脚石，其他人的命不过都是垫脚石。宁小姐，这件事我有眼无珠，愚钝不堪，一直不信苏家是罪魁祸首，请您责罚。宁小姐，你终于来了。宁小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哼，不过区区一副长生器，我朱家不认，那又如何？你是朱家后人。朱家不是几百年前早就被灭了吗？朱家几百年前违逆我长生契，灭族本是天谴。我念你无辜，留你一条命，没想到竟是留错了。长生契，我呸！你灭我全族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我忍辱偷生几百年，就是为了今天。这几百年，我修邪功，练百魂，聚怨气，我费尽心机，现在终于能够把你引出来了。我要给我朱家报仇，让你为朱家陪葬。你朱家当年背叛长生契，那是自取灭亡，怎么还有脸提报仇二字？
这邪气竟比之前那尊石像重了不止10倍。顾家少爷，这破袋子也就只能护你一时罢了。你来这儿只有死路一条。宁小姐，今天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宁小姐小心！宁小姐小心！怎么可能？我淬炼了500年的邪魂煞气，怎么会被你轻易避开？既如此，就休怪我不客气。看好了，此乃万魂噬神阵，以万魂之元为引，任你神力滔天，在此阵中也会被一点点蚕食殆尽，魂魄碎尽。蚍蜉撼树。你是想凭这块破玉来当我的阵吧？做你的春秋大梦？这阵法无人能敌，今天我就要用你的血来献祭我朱家满门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！我耗费500年心血布下的噬魂阵，怎么会？我给过你机会，当年朱家遭受天谴，我念你尚是个无辜襁褓婴儿，留你一命。可你如今所为，实在是自取灭亡。我朱家当年不过只是毁了一只长生器而已，却遭全族被灭之祸。那长生器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毁了它又能如何？执迷不悟。我不甘心！朱家余孽已清，当年为气抗命是因，今日邪修陨灭是果，天道轮回，从无例外。爸，古殿主人时隔1000年再次现世，我们若能求得他的帮助，顾家就还是我们的。哼，要不是那个宁小姐，我们也不会被老爷子赶出家门。到时候一定要他好看。说曹操，曹操到啊！宁小姐，哈哈，好巧啊！怎么，你堂堂的长生渊主也来求见古殿之主啊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来这儿自然是有正事，要见古殿之主。倒是你们，宁小姐，你不在顾家装神弄鬼，跑来这儿干嘛？对呀，宁小姐，您不是高高在上的长生器之主吗？啊，怎么也屈尊降贵来到这儿？莫非也是有事要求里面那位主人？放肆！宁小姐的身份，岂是你们能够质疑的？哟，顾一川，这么快就甘愿当他的狗了？别忘了，
要不是你们，我们怎么可能被爷爷赶出顾家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俩根本就是串通好的，演一出双簧，骗爷爷说长生气护佑，再把我们父子俩踢出局，其实就是想独占顾家。住口！少在这满口胡言！一川啊，别再嘴硬了。你说，老爷子要是知道这事儿，可怎么办呢？什么长生气之主，放屁！要是爷爷知道，他奉若神明的宁小姐也跑来巴结古殿之主，你看他还会不会相信你们？废话真多。你个贱人，还敢动手！不要以为你会点邪门歪道就了不起。告诉你，你骗得了老爷子，骗不了我们。等我们见了古殿主人之后，到时候揭穿你的鬼把戏。够了！实话告诉你们，宁小姐就是这座古殿的主人。啊！宜川啊，你这胡说八道也得打个草稿啊！啊，古殿立了几千年，他是古殿之主，我看你被他的邪门迷了心思。你们，哼！站住！古殿岂是你能闯的？识相的，现在就给我跪下道歉，否则等下见了古殿之主，定要你好看。你挡路了。你这个贱人！老爷子来了，他要知道你还得来找古殿之主帮忙，我可就有好戏看了。宁小姐，你们两个在这干嘛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正好看看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爷爷，你好好瞧瞧，你看中的宁小姐除了那点邪门手段，其实什么本事都没有。这不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来求古殿之主的庇佑来了？哈哈哈！混账！你们俩真是有眼无珠。宁小姐乃长生院尊主，更是这古殿的主人，轮得到你在这乱吠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拉进去，免得打扰宁小姐。爷爷，你怎么也被他骗了？他怎么可能是古殿的主人？宁小姐，请。古殿除了主人无人能进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怎么装。这不可能！他竟然真的是古殿的主人！完了，我们竟然得罪了古殿的主人，我们真的完了！孽障！你们两个已经被赶出顾家，竟然还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对宁小姐不敬啊！简直是在自寻死路！把他们两个给我赶出南域！他们名下的资产、权位全部收回，这一辈子别想再踏入南域半步。是，爷爷，我们可是顾家的血脉啊！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啊！哎呀！宁小姐，是我治家不严，让那两个孽障屡次三番的冒犯于您。如今他二人已被我彻底剥去一切，逐出南域，永绝后患，还望宁小姐恕罪。我说了，我从不和将死之人计较。他们既敢以凡躯犯天命，就要付出代价。是，还有长生气被毁一事，是我顾家有眼无珠，没能及时察觉，此事竟与苏家有关。我代顾家上下向您请罪。
过往已逝，因果循环自有定数，不必再提。谢小姐宽宥。那如今距长生院再起还有5日，您在此处之事，是否知会南域其他3家？不必，让我清静几日。是。宁小姐，多亏您赐下这条丝带，若非此物，我顾家在劫难逃啊！如今我顾家又接了几笔新项目，真是多谢宁小姐恩赐啊！你顾家忠诚，庇佑自不会断。先退下吧，5日后叫上其余3家，我亲自赐福。是。千年古殿，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瞧见那顾家家主和少爷从千年古殿中出来。顾老头啊，几日不见，你这精气神儿可比以前还要足了。是吗？老顾啊，你这哪有半点长生气被毁的样子？就连城南那块黄金地皮的项目都被你拿下了。是啊，老顾，你该不是藏了什么好东西吧？之前你的长生气被毁，我还担心你撑不住。这如今看来啊，你莫不是背着我们得了什么新靠山吧？啊，哪有什么新的靠山，那都是托宁小姐的福啊。啊，对了，你们看啊，这是宁小姐赐给我的护佑之物，能驱邪避祸，护家族安宁。要不是宁小姐赐下这丝带，为我顾家挡了灾，暂缓了命数，我顾家恐怕早就没有现在了。老顾，你这可是因祸得福啊！宁小姐赐下来的东西，那可都是神物啊！让我看看。哎，宁小姐赐下的神物，哪是你能乱摸的？这老小子，哎，那宁小姐现在何处啊？哎，也给我们一个伺候宁小姐的机会吧。对呀。这得靠机缘。宁小姐神迹非凡，切不可扰了她的清静。等时机到了，宁小姐自然会照现。对，万不可扰了宁小姐的清静。这个顾老头子福气是真好啊！我们羡慕也羡慕不来呀。咱们顾家最近可真是顺风顺水，老爷谈项目顺利不说，连这院里的蚊虫都少了不少。可不嘛，多亏了古殿之主赐的那条金丝带。古殿之主，果然如此。顾家势头逆转，靠的根本不是宁小姐，而是攀上了古殿那位神秘的主人。顾云峰这个老东西，竟然想独吞这天大的机缘。老关，老贺，顾家的长生气被毁，可如今反倒比以前更风光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奇怪？奇怪什么呀？宁小姐此丝带护着顾家，顾家自然风光啊。宁小姐固然是神通广大，但顾家长生气被毁也是事实。
顾家所得的这条丝带，其神力足以庇护一族。倘若真为宁小姐所赐，那由她亲手缔结的长生契又怎会轻易被毁？丝带的主人绝非宁小姐，老顾攀上的应另有其人。哎，老谢啊，你这个人呐，就是容易多心。顾老头不是那种吃独食的人，更何况宁小姐赐的长生契，护卫我们家族100年呐，恩威并重。如今我们哪有质疑的道理啊？是啊，老谢，宁小姐的恩泽，那可是我们整个南域的福气。你呀，别多心了啊。他喜欢的百年陈龙咸香，今日可有补上？宁小姐放心，都已经备好了。这是南海深处采得的龙涎，特为猫主子备着。尚可。猫主子喜欢就好。宁小姐，那我先回去处理事务了。一川，在此好生伺候小姐，若有半点不适，爷爷可饶不了你。知道了，爷。我倒要亲眼看看，他顾云峰是不是真的攀上了古殿主人这等高职。他想独吞机缘，没那么容易。家主，你看，顾家家主真的从古殿之中出来了。想来顾云峰这个老东西真的是攀上了古殿之主，他隐瞒真相，无非就是想独吞机缘，日后好一家独大，独占整个南域。哼，就是，顾家还说是因为长生契被毁，宁小姐才赐下丝带，我看根本就是骗人的。他们已经找到了新的靠山。既然长生契说毁就毁，那所谓的庇护也没那么牢靠。顾家现在的风光，靠的都是古殿之主赐下的机缘。他想瞒天过海，想要独霸南域，门儿都没有。既然他能求得，我为何不能？这南域可不是他顾家一家说了算。这怎么回事？家主，这古殿自古有禁令，除了主人及其特许之人，其他人都不得入内啊。特许之人？这顾云峰无凭无故，怎么可能轻易接触到古殿之主？肯定是他私底下通过宁小姐的引荐，才得以得到古殿之主庇护。又是新一轮续期赐福了。距长生渊再起还余3天，我要回去做些准备，以免出了岔子。宁小姐，我护你回去。不必，徒增麻烦。是。主上，您每隔30年出世一次，回回赐福，都如此用心。世人只求长生安稳，他们既诚心供奉，我自当尽心护他们寿命延续。能得主上的赐福，是世人的福分呐。宁小姐，
宁小姐，我前几日向老顾询问您的下落，他百般推脱，说是怕扰您清静。我还想着您会在何处静养，没想到您一直在长生渊打理事务，看来是我唐突了。3日后便是续契之期，你有何事，此刻便急着来见我。宁小姐，我几日前偶得这千年冰蚕丝织成的凝灰带，琢磨着您应该会喜欢，我特意带回来献给您。宁小姐，我谢某此次前来确实有一事相求。这如今南域的古殿之主现世，我又听闻老顾得了古殿之主的庇佑，才使得家运昌盛。我谢家也想求一份安宁，所以还望宁小姐能帮我引荐一下这位古殿之主啊。宁小姐对这丝带无动于衷，连看都不看一眼，想来顾家人的丝带是千万分保证与她无关了。宁小姐，我知道先前顾家的长生器被毁，或许您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所以才给了顾家得见古殿之主的机会。可南域4家应该平等，您独厚顾家，让顾家得了古殿之主的庇佑，这与我们其他几家恐怕有失公允吧？哦，是吗？是啊，宁小姐，不如您通融一下，也为我们谢家引荐一番。谢家主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原本以为你是识大体的，没想到你的本心同那朱家、赵家有什么区别？长生器既然能被毁，那所谓的庇佑也未必牢靠。既然顾家能得到古殿之主的庇佑，我谢家为何不能？我只是为自己寻求一条更好的出路，何错之有？宁小姐，只要您愿意为我引荐，除了这条丝带，我谢家的库藏珍宝任您挑选。你说想见古殿之主？是啊，宁小姐，希望您能够赐予我次机会。将东西拿过来看看。是。倒是个好东西。宁小姐，您喜欢就好。那这引荐古殿之主一事，您准备如何安排？宁小姐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谢家受我长生器庇佑100年，如今长生器尚在，你便已急不可耐，另寻他主了。宁小姐，我当然记得你对我谢家的恩泽，可是如今长生器说毁就毁，还谈什么庇佑啊？放肆！你谢家100年荣华，那都全是宁小姐所赐。你如今竟为了一时流言和得失，就敢在宁小姐面前妄言，你的良心都被贪念给吃了。哼，长生器要真像你们说的那么神，那么无所不能，那顾家的契约又怎么可能轻易被毁？哼，只怕宁小姐，你自己也是力不从心吧？顾家弃毁而未倒，反而更涉亡息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古殿之主的神物。那丝带的神效，所有人都有目共睹。难道你们还看不出古殿之主远胜你这个长生渊吗？你居然敢打我！
我今天替宁小姐打的就是你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！行了。既然如此，自今日起，谢家一脉便不再受我长生气庇佑。区区一支长生气，等我得见古殿之主，求得更好的机缘，谁还稀罕你这东西？拖下去。是。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我见到古殿之主，我有你们好看！宁熙那女人就是偏心，只将得见古殿之主的机会给了顾云峰，让他一家独大。谢家有哪里比不上他的？家主息怒，我们迟早也能见到古殿之主的。听着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给我找到能见到古殿之主的门路。是。宁小姐，距续期之日仅剩2日，我先筹备着，在开启长生渊前夕，为您举办一场答谢宴，感谢您护佑我顾家渡过难关，特邀请了各界世家名流，也方便各家齐聚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也好。宴会结束后，正好回渊续期，也省去些麻烦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废物，连个古殿之主的影子都找不到，你干什么吃的？老爷，要不去问问顾家吧，他们既受古殿之主的庇护，肯定知道其中门路。顾云峰。去问他，哼，那岂不是让他看我的笑话？我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没有他，我一样能混得好。老爷，这是顾家给的邀请函，说明天要为宁小姐设答谢宴。哼，答谢宴，看。这就是他顾云峰为了独吞机缘的手段，表面上是感激宁小姐，实际上背地里早就攀上了古殿之主。他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了我。是，那今天肯定很精彩。你好，是，怎么没有看见谢老头子呀？或许是路上耽搁了吧。幸会幸会。我等参见长生渊尊主。诸位，明日便是长生渊再起，尊主赐福续期之日。今日诸位共聚于此，同沐宁小姐恩泽，实乃幸事也。缘起缘续，皆在因果。宁小姐说的是。先前我顾家的长生气遭歹人所毁，危在旦夕，全凭宁小姐赐下神物，护我顾家基业不倒。
今日此宴，特为答谢宁小姐洪恩。这顾老头可真是有福之人呐，能得到宁小姐赐下的神物，这种机缘，放眼大夏都无人能及呀。是啊，可把我们给羡慕坏了呀。就是啊，若是没有宁小姐啊，恐怕早就没有我顾家了。老顾啊，你这话说的恐怕不太对啊。谢老头啊，你总算是来了。不过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意思。我谢某人今天不是来赴宴的，我是来拆穿某些人的把戏。哼，行了，老顾，别装了。你顾家的那条丝带，真的是宁小姐所赐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怀疑宁小姐亲手赐我的护足之物？老谢，你疯了！你们真的就信这条丝带是宁小姐所赐啊？好，那我倒要问问，倘若宁小姐真能随手便赐出护佑一族命数的神物，那长生器岂能说毁就毁呀？这那么不好弄，对啊，真是。谢老头，宁小姐赐我们的气元100年，让我们得以延续寿数。你现在在这发什么疯啊你？宁小姐的长生器必有是人啊，这恩泽我等是有目共睹，你怎敢在这儿血口喷人呢？就是，我看他怕不是妒忌顾家，故意找事儿。就是找事儿的，就是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顾家的这条丝带和宁小姐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分明是古殿之主所赐。之主。宁小姐喜静，不喜身份张扬。要是我贸然说出她就是古殿之主，恐怕反倒会惹她不快。而他顾家的长生器被毁，还能起死回生，也是靠古殿之主的庇护，和他宁小姐没有半点关系。谢师伯，我劝你慎言，这丝带明明就是……宁小姐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顾家全听您定夺。让他继续，我倒是好久没听过笑话了。宁小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这儿装高深呢？长生器说毁就毁，你让我们如何安心呢？看来你的护佑也不过如此。就是啊，怎么回事？夏虫也配语冰？宁小姐，顾家现在受的是古殿之主的庇护，不是你，你就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哼！诸位，凭什么只有顾家能得到古殿之主的庇护？就是因为他偏袒顾家，让顾家独吞机缘。宁小姐，莫非你是想让顾家一家独大，好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？大家伙都看着呢。你若真是为天下众生，那你就告诉我们如何得见古殿之主，别让顾家独吞好处。你就这么想见古殿之主？那是自然，古殿屹立千年，据说其主人是天地共生的神兽之体，谁不想求得一见，受他半点的庇佑呢？宁小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这摆着架子，
谢某实在是佩服。这顾家的长生器被毁，这丝带却能护他顾家基业不倒，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。这足以说明古殿之主的神物比你的长生器要强得多。谢师伯，这条丝带自始至终就是林小姐亲手所赐，你凭什么妄言？顾大少，这怕不是你们想独吞古殿之主的福泽，合起伙来演的戏吧？你们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吗？谢老头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宁小姐火难遇100年，轮得到你在这妄加评论吗？你们谢家得宁小姐的庇佑多年，如今你却反咬一口，我看你是为贪欲谋了心。你们这群蠢货！顾云峰他独吞机缘，用这么拙劣的手段就能把你们骗得团团转。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这丝带就是古殿之主所赐，绝无可能出自他手。够了！告诉你，你口中的古殿之主就是宁小姐。他就是他！什么？他是古殿之主？顾云峰，你真是胆大包天呀！为了独占机缘，你居然能撒这么一个弥天大谎，你就不怕触怒真神遭天谴吗？是啊，古殿之主就是天地共主，神灵在世，不能随便冒犯的呀。就是啊，证据我都已经摆出来了。你们顾家受的是古殿之主的恩泽，却欺骗大家，说是他宁小姐的恩赐。我看那丝带，你们顾家根本就不配。疯了吗？这丝带乃神赐之物，它的主人就在这里，你竟敢当着神物之主的面强亵渎，简直是在找死！你们还敢嘴硬？你们给我等着，到时候古殿之主知道你们欺世盗名，一定会让你们灰飞烟灭。亏得古殿之主还发了善心，庇佑你们顾家。好，我今天就替店主清理门户。等有一天他老人家知道我是忠心的，一定会赐我谢家机缘。这丝带认主了。这丝带竟然真的认主了！那宁小姐就是古殿之主啊！对呀，我等愚昧，有眼无珠，我主上恕罪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是古殿之主呢？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！宁小姐多次容你放肆，你反倒变本加厉，自取其辱！宁小姐，我该死！我有眼无珠啊！我居然不知道你就是古殿之主！你就看在我过往忠心的份上，你饶了我的狗命吧！老关、老贺，你俩就看在我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帮我说句话呀！你还有脸提交情？你诋毁老顾，对宁小姐恩将仇报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过交情？老谢呀，枉我们并肩数十载，今天我才知道你竟是如此忘恩负义之辈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宁小姐，我该死，求你开恩呐，饶了我吧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你觊觎古殿机缘，弃长生器庇佑，当众以下犯上，挑拨世家关系，每一步都是你自己选的。你谢家3日前便已从长生名册除名，你却还是执迷不悟，屡犯神威。自今日起，南域再无谢家。至于谢轩，咎由自取，神魂俱灭。宁小姐，饶命！宁小姐，饶！
是啊，宁小姐神威。真是没想到，这个谢老头竟早藏这般心思，我真是瞎了眼。信他，可不是嘛！要不是他自己作死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呢。好在也算是赶在长生渊开启之前清了这颗老鼠屎，没有搅了大事。渊起在即，你们各家可都准备好了？是，宁小姐，我等都已恭候此刻多时，只等随您一同移驾长生渊了。快呀，来不及了！快点，快请宁小姐动身呐！快！启程，开渊赐福。是。完了，那批人来了！快，不能让他们抢先了。对，我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走。来了！我等拜见尊主。